它是一台適合長時間作為日常車內快充的設備。它的協議兼容，單口65瓦持續輸出和文波控制都做得比較靠譜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這期我們來測拆庫萊克10號超級車充。很多朋友看到車充標着90瓦、100瓦，就認為它應該一直輸出這麼大的功率。其實並不是啊，車載電器和家裡的電器是不一樣的。它不僅受產品本身限制，還要受車輛的供電系統、點煙器取電能力及散熱條件共同影響。前面測試篇我們已經測出這台庫萊克10號超級車充的性能邊界。那麼這一期我們就把它徹底拆開，看看內部的方案、功率器件、散熱設計，看看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表現。廢話不多說啊，咱們直接開拆。充電器充電寶拆解有不可估量的風險，而且還會丟失保修，請大家不要模仿。車充已經徹底的拆解開了，我們先來看看這個車充的主功率輸出部分。輸入端首先是一顆自恢復保險絲，用於過流保護，後面搭配一顆220威法35伏固態電容，負責輸入濾波和儲能。控制部分採用一顆4英7551的 LDO 芯片，為後級的控制電路提供穩定的工作電壓。旁邊還有一顆中微半導體 SC8F073 MTP 型單片機，負責整機的邏輯控制以及3位數碼管的輸入電壓顯示。中微半導體2001年成立，專注於以 MCU 為核心的數模混合及模擬芯片研發。真正負責大功率輸出的是自帶線口這一組電路，這裡採用的是深圳保利微電子 LP5501同步升降壓控制器，負責12伏升壓、24伏降壓。保利微電子2014年成立，專注於電源管理芯片的設計、研發與銷售。芯片外圍搭配4顆重慶評委實業的 055N04ESL 功率 MOS 組成同步降壓電路。評委實業成立於1988年，專注於電源用半導體器件研發與製造。這一套方案既可以適應12伏，也可以適應24伏的車輛供電環境，再根據快充協議動態調整輸出電壓。協議控制部分採用的是英吉星科技 IP2723T。負責 PD、小米私有協議等快充協議的識別與握手。英吉星2014年成立，專注於高品質數模混合集成電路研發與銷售。自帶線口這一路還配置了一顆深圳微兆半導體 VS3618B1 作為 V-Bus 開關管，負責輸出通道控制與保護。微兆半導體2012年成立，專注於 MOSFET、IGBT 等功率器件。綜合前面的測試來看，自帶線口能夠穩定完成65瓦長時間輸出，也說明這一組主功率電路設計還是比較扎實的。獨立 C 口和 USB A 口並沒有直接掛在主輸出後面，而是另外採用一套獨立的同步升降壓方案。核心控制器採用的是上海蓝星科技的 SC8110， 同樣屬於同步升降壓控制器。上海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，是一家模擬和嵌入式芯片設計企業。協議部分則採用深圳華源智信半導體的 HY5323UB， 負責獨立的 C 口和 A 口的快充協議管理。華源智信2018年成立，專注於數字電源管理芯片及 LED 背光驅動芯片的研發。也就是說，這台車充實際上採用的是2路功率模塊帶3個充電口輸出的架構，自帶線口獨立1路， C 口和 A 口則用另外1路。這也和我們前面測到的多口功率分配結果可以對應上。正常使用時，總功率被主控控制在90瓦以內，比較穩定，而 C 口和 A 口同時工作時則會降壓到5伏輸出。濾波和保護部分也是比較完整的，板子上2顆大型的環形濾波電桿，還有3顆兆慶綠寶石的25伏固態電容作為輸出濾波。
綠寶石電子2004年成立，專注於鋁電解、導電高分子固態及超級電容器的研發與銷售。另外3個輸出口都配置了 TVS 順態二極管，1、2、3。C 口部分 ESD 二極管，自帶線口同樣有 ESD。這些器件對車載環境下的浪湧、靜電都是有一定的保護作用的。綜合整個 PCB 來看，這台庫萊科10號超級車中並不是簡單的低成本方案，而是採用了雙路功率輸出的架構，協議、電源、保護電路都做得比較完整。雖然散熱餘量限制了雙口高功率的長時間輸出，但是整體用料和電路設計來說，這個已經屬於目前同類車充中比較扎實的一類產品。兄弟們，最後就是結合測試篇來總結一下這台庫萊科10號超級車中，它的測試表現，快充兼容性整體不錯，實際手機充電中，紅米 K80 至尊版也能跑小米高功率快充 ，iQOO Z4 Trouble 能走 PBS 低壓大電流，蘋果17也能穩定走 PD 充電，3組曲線都沒有明顯的斷充和反復重新握手。大功率烤機把它的邊界測出來了，雙口接近90瓦，只能堅持大約7到9分鐘，隨後就會進入反復的開關保護。但是關閉 C2 之後，自帶線口單口65瓦，無論是12伏還是24伏都可以長時間運行，說明它的雙路同時高功率輸出，內部的散熱餘量明顯是不夠的。再結合拆解來看，它內部並不是低成本的單降壓方案，而是2路功率模塊帶3個充電口輸出，電路方案和器件都是大廠出品，3個充電口都有完整的 TVS ESD 保護。輸出濾波用了綠寶石的固態電容，整體方案完整，用料算是比較扎實可靠的。所以這台車中我的最終評價就是，它是一台適合長時間作為日常車內快充的設備。它的協議兼容，單口65瓦持續輸出和文波控制都做得比較靠譜。但是如果你想長期雙口高功率一起跑，它的功率邊界也是真實存在的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李火車仔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兄弟们，這期視頻最後增加一點我自己的內容，就是咱們後面長期使用的幾套測試支具，目前已經在閒魚上架了啊，也有不少朋友買回去用了。第一套就是我一直在用的充電器文波測試支具，這個是最先版本，小了一點，我又把它稍微改大了一點，主要用於 USB 充電器、PD 快充和車充的輸出文波測試。第二套就是這個150伏以下的直流電源文波測試支具。後面測直流電源、各種 DC 輸出的設備都會用到。另外還有一套 CC 線材的基礎線組測試支具，這個配套的線組測試儀我目前還在設計中啊。這些支具不是隨便2根線糊出來的，設計思路都是按照國際通用的規範測試法來做的，比如同軸取樣、端口就近濾波，盡量縮短測試回路，減少引線帶來的干擾。我的目的就是讓文波、壓降、線組這些數據盡量可重複、可對比。後面咱們做各種充電設備、各種線材的測拆，不只是看用料，也會把測試支具和測試方法固定下來，這樣每一期的數據才更有參考價值。不然測試工具自己都不靠譜，測出來的數據就只能圖一樂了。總的來說，還是感謝各位兄弟們的支持，有你們我才有動力走到今天。謝謝各位兄弟們，謝謝各位老鐵們。